沈朗是孤儿，我跟他在一起5年，用尽一切资源扶持他创业，事业稳定。我们准备结婚时，我撞见他带着小秘书跟2位长辈吃饭。沈朗跟二老眉眼很像，我悄悄跟过去，坐在他们后面一桌，听到沈朗说：“爸妈，这是我女朋友婉婉，我现在功成名就，终于有资格娶她了。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起身走到沈朗面前：“沈朗，你不是跟我说你父母都死了吗？”“死了2个字。”我凑到二老跟前，说得尤其大声：“跟我在一起，你父母就死了，这会儿怎么复活了？他批发复活甲吗？”沈朗脸上闪现出惊慌的表情，但只有一瞬，他就恢复了冷静，语气是从未有过的嫌弃：“裴宇，当年本来就是你把我从婉婉手里抢走的，你伤害了她那么多，现在婉婉终于回到我身边了，希望你有自知之明。”他理直气壮的语气，差点让我以为自己失忆了。徐婉在我的认知里是沈朗的前女友，大学时候确实是我主动追的沈朗。他是系里叱咤风云的学霸，长得好，有魅力，一大把女孩子喜欢。我追他的时候，他已经跟徐婉分手蛮久了。当时他说是徐婉嫌他穷，甩了他。我们在一起的5年里，我很多次撞见他跟徐婉在一起，每次他都解释是徐婉在纠缠他，他已经果断拒绝了。神经大条的我信了。现在想来，沈朗一直在双线操作，他们从来都没分开。想到自己竟然被小三了，我一阵恶心。希望你也有自知之明，我今天就从公司离职，你没意见吧？沈朗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：“当然没意见，算你识相，下午就去办离职吧。”我转身离开，立刻驱车前往公司。沈朗的公司即将完成A轮融资，他就坐不住了，火急火燎扶徐婉上位。他翅膀硬了，怕不是忘了，我才是公司的大股东，公司的核心产品 AI 助农系统也是我的专利。我走了，他的公司只是一个空壳而已，而且这家公司里我能带走的远远不止这些。我刚通过为申请离职， CHRO 的电话就打了进来：“于姐，你为什么要离职？你要走了我也不干了。” CHRO 是我亲自选的，我最信赖的学妹于婵婵。我不想多解释，我跟沈朗闹掰了，我要辞职自己成立公司了。于婵婵1秒都没犹豫：“于姐，你带着我走呗，我本来就是奔着你来的。”她能力极强，我引以为傲的研发团队就是她帮我组建的，我求之不得，当即答应。婵婵有权限，我们辞职不用等。当天下午，我和几个心腹员工就办好了离职手续，跟我们一起离开的还有整个研发团队。沈朗带他的宝贝婉婉见完父母，回到公司时，1/3的员工都不见了。挂断沈朗的10个夺命连环 call 之后，我慢悠悠地接起电话：“裴宇，你卑鄙下贱！你给我的员工下了什么迷魂药？你凭什么忽悠我的员工辞职？”我包了个宴会厅，正在为我未来的新员工们开答谢会。我举起手中的红酒杯：“什么叫你的员工？他们是我的员工。”我开始忙着注册公司、租办公室，忙了1周才有时间回家。远远的就看到沈朗堵在我家门口：“裴宇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为什么投资方的对接人今天告诉我他们不投了？是不是你做了什么手脚？我告诉你，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我都不会回到你身边的。”我忍住笑意，确实我是做了一点手脚，但光明正大，投资人看中的是我的助农系统，可不是你那个破空壳公司。新公司一成立，
我就去接洽了投资人，他们当即决定转投我，但我不会对沈朗说实话，我要让他一错再错。你想多了，我最近在着急找工作，哪有时间管你的事？公司离职了这么多人，结构垮掉，投资人自然对你评估下降，除非马上组建新团队，不然一轮肯定会失败。我突然想到什么，话锋一转，语调温婉，我跟你说这些没别的意思，只是想帮到你。在沈朗的眼里，他是天之骄子，投资人上赶着巴结他，撤出投资肯定不是他的问题。我只要表现出对他余情未了的样子，他一定对我的话深信不疑。果然，第二天，我在公司留下的眼线告诉我，空缺的财务总监职位，徐婉已经走马上任了。人力研发空出来的众多岗位，都安排上了许多的亲戚和朋友。冉冉升起的人工智能行业新星，随着我的离职，瞬间变成了草台班子。挂断眼线的电话，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：“小裴呀，我是阿朗的爸爸，我有点事想跟你商量一下。”我跟沈朗的父母随便约了家咖啡厅，他妈开门见山就说：“小裴，你跟阿朗的事他都跟我们说了，你看这2年阿朗创业不易，他还要养着你，花了那么多钱，本来你也是第三者插足，也不光彩。你看这几年你花的阿朗的钱，是不是得还给他？”一口咖啡下去，我怎么觉得比吞了个蛤蟆还噎得慌呢？不能发飙。阿姨，请问您和叔叔的工作室？我们都是农民，培养阿朗不易呀，上大学花费那么多，我们供不起。好在阿朗懂事，从上大学就不要家里的钱了。阿朗挣的每一分钱，也是我和他爸的血汗钱，你可不能这么不要脸，白白花了阿朗的钱啊！我放下手里的咖啡，免得一气之下扔在长辈头上。阿姨您看啊，我和沈朗成立公司的时候，公司注册资金是200万，您2位连他上学都供不起，200万哪来的？您想过吗？顺便您可以跟沈朗的大学同学打听一下，沈朗从大2开始就是我在养他，有没有可能沈朗这些年分币不正，全是花的我的钱呢？择日不如撞日，咱今天就仔细算算，把沈朗叫来还钱吧。二老嗫嚅着，犹豫起来。阿朗工作忙，就不用打扰他了。你把钱打给我们，阿朗的钱不就是我们钱吗？我一下子明白过来，他们主动跑来跟我对峙，但又不敢叫沈朗来，这明摆着是沈朗派他们来的。我要是不掏钱，怕是甩不掉这俩活爹了。我暗自发笑。沈朗，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会玩套路吗？我摆出一副深情的样子。叔叔阿姨，虽然这几年我给沈朗花了很多钱，但沈朗待我也不薄。他在公司给我安排了闲职，工资开得很高，我挺知足的。二老来问我要钱，我猜是沈朗经济上遇到困难了吧，不然您2位这么大年纪了，哪干得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来？沈朗的爸妈像在表演变脸，前面被我顺毛顺的满脸小人得志，最后一句话音未落，沈朗他爸气得差点蹦起来。我没给他们喷我的机会，打了一棒，得赶紧给个甜枣吃。但我还是舍不得沈朗，他缺钱的话，我肯定给他凑，他想要多少，我马上打给他。二老笑得露出标准的8颗大黄牙，60万，60万就行。我当即转账给沈朗，打发走他爸妈，把转账记录截图发朋友圈，配文：跟沈朗在一起的第5年，纪念日给他转账，支持他事业已成习惯，设置仅1个人可见，这个人是徐婉的好朋友。1个小时之内，徐婉必定知道我给沈朗赚了60万。我立刻赶往沈朗公司，公司前台是我安排进来的人，我去跟他打了个招呼。
等会儿富士集团来谈项目，不用通报沈朗，直接请他们去会议室。富士的项目对沈朗极其重要，轮融资的投资方一直在评估沈朗公司的过往项目，他现在太需要拿下富士，证明自己的项目实力了，签下富士的项目才有可能完成这轮融资。今天下午的谈判对沈朗来说关乎生死存亡，他一早就坐进会议室，反复熟悉 PPT， 而我坐等看戏。不出我所料，过了半个小时，徐婉冲进会议室，一巴掌甩在沈朗脸上。沈朗，你还在跟裴宇那个舔狗联系是吗？沈朗被打懵，你在发什么疯？你还问我？徐婉被宠惯了，发起火来不分场合。你自己看，裴宇给你转了60万，他还说是纪念日礼物。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你是不是在脚踏两只船？我在斜对面办公室看热闹，被徐婉逗乐了。我是正牌女友，她是小三的时候，她允许沈朗脚踏两只船。现在他上位了，倒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了。沈朗万万没想到，我给他转账的事能被徐婉知道。裴宇给我转账怎么了？他只是我的摇钱树而已。徐婉冲上去撕扯沈朗笔挺的西装，你是不是真喜欢上裴宇了？那好啊，我们分手，别闹。我现在跟他只是商业合作关系，我用他的钱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你还有什么好怀疑的？徐婉不信，跟沈朗撕扯起来。他们都没注意到，富士的谈判团队已经在会议室门口了。婉婉别闹了，乖乖的好不好？我有急事，晚上再跟你解释。下一秒，沈朗看到了门口目瞪口呆的富士众人。沈总，请问这是？沈朗脸都绿了，给徐婉递了个眼神，想让他赶紧出去。陈总，不好意思，让您见笑了。这是我公司的员工，工作上有点分歧。失去理智的徐婉不仅没走，还想让陈总一行人评评理。你说什么？在外人面前，我就只是个员工是吗？我是你未婚妻，是你公司的财务总监，你怎么能在外人面前不给我面子？徐婉口无遮拦，根本来不及堵他的嘴。沈朗只能陪着笑脸跟陈总说好话，而陈总摆摆手，一脸看烂泥的惋惜表情。这位是贵公司的财务总监，我没想到沈总选用人才如此草率，抱歉沈总，与贵公司的合作，富士不予考虑。任凭沈朗舔着脸求情，陈总没再说一句话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趁沈朗不注意溜出了公司。晚上接到了沈朗的电话，裴宇，我有话问你，晚上你有空吗？那我必须有空啊，我要看看沈朗下午那一会儿绿一会儿黑的脸恢复了没有。沈朗订了个不错餐厅，我跟他在一起的5年，他从来都是带我吃苍蝇小馆，分手之后倒是舍得出血了。我刚坐下，沈朗冷着脸开口，裴宇，你是不是放不下我，爱而不得，就去挑唆我和婉婉的关系？我一愣，何出此言呢？我听说你发了条朋友圈，说给我转的60万是纪念日礼物。婉婉看到你这条朋友圈了，跟我大闹一场。这是不是你设计好的，让婉婉以为我出轨了，跟我分手，让我回到你身边？原来我那条阴阳怪气的朋友圈，他是这么理解的。既然他非要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，赶紧附和着点头。啊，对对对，我好爱好爱你，我放不下你。听我这么说，沈朗的鼻子快翻到天上去了。你去给婉婉道个歉，解释一下，就说笔钱是你还我的欠款，因为你，我跟富士的项目也黄了。你让你爸去疏通关系，帮我把富士的项目拿下来。我怀疑自己幻听了。沈朗，你别太给脸不要脸了。60万是你指使你父母跟我要的，转账时我明确备注了是借款，
徐婉的事，傅氏的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起身要走。裴宇，我先来找你，是给你面子。丢傅氏项目，你不想办法补救，别怪我直接告诉你爸，捅了这么大的篓子，看你爸怎么收拾你。裴宇，结了账再走。沈朗声音令人反胃，我懒得听他幼稚的威胁，但我低估他了。隔天，妈妈焦急地打电话叫我回家，说爸爸被纪检委带走了。小雨，是沈朗干的，是他陷害你爸爸的。我和妈妈一夜未眠，直到第二天我爸平安被送回家，我才搞清楚状况。大学毕业那年，我带沈朗见了我父母。沈朗看起来年轻有为，谈吐不俗，我父母对他印象很好，他们真心把沈朗当未来女婿疼。创业这3年，他们给沈朗引荐了不少贵人，没想到这种做法让沈朗以为我父母更偏爱他。沈朗自信地觉得这次我爸会帮他搭上傅氏，于是他到处吹牛，说他已经找好了政府关系，傅氏的项目内定了他。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，惊动了纪检委，以收受贿赂、搞不正当竞争为由，把我爸带走调查。虽然已经没事了，但对极为珍惜名声的爸爸来说，打击很大，一夜生出大把白发。看来我对沈朗的惩罚还是太善良了。我马上约了沈朗面谈，没有提及我爸接受调查的事。傅氏的项目，我家帮你打点好了，明天下午傅氏顶楼会议室，你直接去签合同。沈朗得意起来，你看吧，你不给我办，你爸自然会给我办。你家都绝后了，你爸妈可是把我当亲儿子培养的，何止呢？我现在还在把你当全行业笑柄培养。我怕节外生枝，又被坑一把，叮嘱他，你去签合同的时候，千万别提我爸，免得遭人眼红，截糊了项目。还用你说？我心里有数。你知道你哪里不如婉婉吗？你就是太强势了，整天一副教育别人的样子。哪个男人敢要你？男人敢不敢要我不重要，明天之后可就没有甲方敢要你了。我可没骗沈朗。傅氏那边我确实打点好了，只不过是为我自己公司打点的。第二天，我先沈朗一步到达傅氏大楼，约见了傅氏的陈总。其实年初傅氏是主动找我寻求过合作的，但傅氏的项目研发成本很高，沈朗屁事一堆，不给我批研发经费，我干脆拒了。现在我开了公司，自然要重新争取傅氏的项目，能让裴公答应合作，可真不容易。陈总拿出早已拟好的提案，话头一转，现在该叫你裴总了。我比您更期待这次合作，不过有件事我要跟您透露一下，我的前公司中朗创新的沈朗还在争取您这个项目，可能会用极端手段。陈总难掩厌恶神色，那就让他用，正好我也有账要跟他算。上次我代表傅氏跟中朗创新谈判，沈总可是给我们演了一出好戏啊。我拒绝中朗时，被偷拍了视频，在网上传播，被曲解为傅氏目中无人，严重影响了傅氏的声誉，股价连跌3日。我倒是最希望沈总使出点极端手段，好让曲解傅氏的网友看看，拒绝与沈总合作。傅氏没做错。我笑着握住陈总的手，我作为中朗创新的老员工，也可以在舆论中为傅氏说几句话。正与陈总谈着，前台的电话接了进来。陈总，有位沈朗先生想强行闯进来，说跟傅总有约。陈总一听笑了，傅总今天不在，让他在大厅稍等，我马上来。我随陈总一起吧，看热闹当然少不了我。我随即跟陈总下了楼。沈朗正在强闯傅氏，完全不顾已经有人在录像了。陈总不计前嫌，
主动上去和沈朗握手，却被沈朗拍开，一通奚落。陈总不是不跟我谈吗？这次怎么主动来舔了？不好意思，我不跟你谈，我约了副总，副总亲自跟我签合同。我远远站在一旁，沈朗下巴翘到天上去，自然没看到我。陈总脸色难看，但并未发难，心平气和地稳住沈朗。沈总，请不要在富士闹事，你那个项目由我全权负责，副总不经手，你找副总谈没用的。沈朗态度极其不屑，轮不到你管，我跟副总什么关系，你知道吗？给我通知副总。我爆笑如雷，但又有些后怕。跟沈朗在一起时，技术和业务几乎都是我包办，沈朗这个空头司令没机会暴露出本性。没想到我离开后，独自谈判的他竟是这样的疯子。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陈总，也没见过这阵仗。沈总，富士从来没有越级管辖的先例，这个项目除我之外，没人能拍板。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梦见的，副总能给你签合同，你再闹下去，我方只能报警处理。沈朗一句话也听不进去，动起了手。他认定我已经帮他找好了关系，不由分说就要冲进去面见副总，刚好被赶来的警察按住，如愿以偿被拘留了3天。网上的舆论也因为沈朗的闹事完全翻转，富士风评恢复，股价回升。沈朗终于消停几天，我也出了气，开始专心投入到和富士的合同协商中。加班2天回到家，被徐婉堵在了家门口，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挨了他结结实实一巴掌。裴宇，你这个死舔狗，得不到沈朗就要毁掉是吗？你嫉妒我，想把他抢回你身边，就用这种脏手段把他拘留起来。我左脸火辣辣的疼，眼泪都被打了出来。沈朗和徐婉真是绝配，他俩共用一个脑子吗？怎么脑回路都这么奇怪？是不是不管我做什么，在他们眼里都是出于对沈朗深沉的爱呀？我已经不想对牛弹琴，正要一巴掌打回来就作罢，却被人从身后捂住了口鼻，失去了意识。醒来时，在一间包厢里，似乎是酒吧，我被绑着，徐婉带着2个陌生男人，凶神恶煞地注视着我。裴宇，你一直都不知道吧？沈朗追你的时候，根本没跟我分手，你们交往的这5年，他也一直跟我在一起。哦，我知道啊，我以为他要对我下死手，结果跟我说这些。你知道，我的回答出乎他的意料。徐婉小脸一垮，那你知不知道，沈朗根本没喜欢过你，他跟你在一起是为了你的钱，只是利用你，而且主意是我出的，这我还真不知道。虽然他成功恶心到我了，但也无所谓。小声点，你难道很光彩吗？我没工夫跟他多废话，我在思考，如果他带来的2个男的对我不利，我怎么对付？沈朗爱的是我，你才是小三，他不爱你，你就害他，你真恶毒。不知怎么的，明明我身处险境，徐婉怎么还破防了？2个壮汉把我架起来，我心一沉，心想完了。结果他俩只从我身上搜走了手机，都是你害的。沈朗被拘留了3天，给他点补偿是应该的吧？你的余额我就转走了。徐婉一把扯过我的胳膊，用我的指纹转了账。我看到其中一个男人暗中摸索着徐婉的腰，再不八卦的我也知道怎么回事了。我开口回答：3天，他不是拘留了5天吗？5天，我记错了。徐婉小声嘀咕：既然是5天，那我再赚点钱。徐婉对自己真大方，转走了我200万，而我正好可以利用这200万，把浪费在沈朗身上的钱追回来。沈朗出来了，回家当天，徐婉被他捉奸在床，男的就是那天绑架我的人之一。我的眼线告诉我，2人吵翻，
沈朗在公司一住就是1星期，在公司遇到2个人也互不搭理。沈朗的父母突然找上了我，怎么了，叔叔阿姨？沈朗又需要我打钱了。上次我干脆的给他60万，是想看看他要补哪里的亏空，这次没必要了。二老满脸堆笑，对我很是客气，跟上次判若两人。小裴呀，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上次找你转账帮忙是为了阿朗公司的经营，他公司经营的好，你俩才过得好吗？等等，我俩这是什么话？我示意他爸打住，小孩子不成熟，阿朗之前欺负你也不是有意的，叔叔阿姨可是喜欢你的呀，回头我让阿朗给你道个歉，你也大度点，别较真，你俩赶紧和好吧。明白了。沈朗公司有难了，徐婉也出轨了，这会儿想起我来了，我是谁呀？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第1名，那我当然是选择原谅他了。我原谅他，他就会真心对我吗？沈朗妈眼睛一亮，那当然，那当然，我保证他以后对你一心一意，就算他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，你跟阿姨说，阿姨给你撑腰，再聊下去，我要忍不住笑出声了。我没答应，但也不拒绝。沈朗的爸妈觉得有戏。当晚，沈朗本人出现在我家楼下，整个人疲惫且憔悴。我一瞬间恍惚，大学时代那个意气风发的沈朗，真的是这个人吗？他冲上来抱住我，一如当年，仿佛还是那个少年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小雨，我错了，我只是谈了一场幼稚的恋爱，我回到你身边了。哪来的回哪去？一张好看的脸，说着下三滥的话。你家里住着徐婉，你跟我说回到我身边，我出钱给你开的公司，财务总监是徐婉，上上下下安插满了徐婉的亲朋。你跟我说回到我身边，说话之前掂量掂量，你哪儿也不配回。沈朗单膝跪下，掏出个丝绒盒子，里面的戒指很眼熟，大学时候他给我搞浪漫，为我戴上过一模一样的戒指。当年他穷，只送了我银的，花的还是我的钱。眼前这枚镶着2克拉的钻石，对沈朗来说算是大手笔了。是我蠢，看不清真心。我知道你一直很爱我，其实这段时间我也没放下你。我跟徐婉只是一时糊涂，我爱的是你。现在我认清了，我非你不可。裴宇，嫁给我好吗？好感动。我伸出中指，让他把戒指帮我戴上。沈朗还亲昵地刮刮我鼻梁。小傻瓜，求婚要戴无名指的，你求婚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比这个中指是送给你的，戒指你爱送不送？廉价的培育钻，60万的欠款，可以拿戒指抵1万。沈朗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，黑得快要与夜色融为一体，但他走投无路，必须求我，不敢造次。小雨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当年我追你的时候，你说过你喜欢有能力的男人。我现在事业这么成功，还满足不了你的慕强心理吗？沈朗啊沈朗，我真是羡慕你的自信。就算我羞辱他，恐怕他都认为我在欲擒故纵。我一直这样，以前对你好，只是因为你伪装的好。我以为你值得我喜欢，你有什么脸觉得你事业成功？整个中朗创新是我一手创办起来的，你只是挂了个法定代表人的名头，徒有虚名罢了。装得久了，你不会自己都信了，以为自己很有能力吧？我说的够难听了，但凡要点脸，都得赶紧滚蛋。沈朗就是这么与众不同。小雨，你还在生我的气，闹别扭对不对？我说啥来着？他还真觉得我在欲擒故纵。我怎么做你才能开心？让我做什么都行，你真的什么都愿意做吗？我窃喜，开除徐婉和所有跟他有关系的人，现在就通知，明天全都滚蛋。沈朗明显松了口气，看来我要是让他当面抽徐婉耳光，他还是舍不得的。
开除他，算是很温和的惩罚了。沈朗立刻给徐婉打电话，不顾徐婉在那头大喊大叫，交代完就不由分说挂断了。他再次虔诚地把戒指举到我面前，现在你愿意嫁给我了吗？我接过戒指，戒指我收下，现金你还欠我59万。第二天，沈朗疯了。徐婉得知自己要被赶出公司之后，连夜转走了公司账上所有的钱。人间蒸发，中朗创新这一暴雷，所有合作项目全部叫停。沈朗出轨，被小三卷走资产的事，成为行业内茶余饭后的笑柄。所有人都对沈朗避之不及，再无人愿出手捞中朗一把。我是沈朗唯一的救命稻草，他来找我，整个人颓了，精神有点恍惚。我有点怕他突然崩溃暴起，开始刀人。小雨，你最爱我了，对不对？你有钱，你肯定有钱，你一定会救我的，对不对？沈朗头快要埋进膝盖里，说话带着哭腔。我幸灾乐祸，但还觉得他受的这点苦，比起我爸爸被冤枉，实在微不足道。这都是他作恶多端应得的。要是往常，我肯定会帮你的。可是，我顿了顿，看到沈朗眼中燃起了亮光。可是，我本来还有200万存款，就在你进拘留所的那几天，徐婉带着2个男的绑架了我，把我所有的钱都转走了。我现在一点钱都没有了。呜，我把脸埋在手心，哭得很认真。徐婉，沈朗咬牙切齿，他脑袋里最后一根弦似乎也崩断了。我不能逼疯他，得赶紧说点缓和的话。你别担心，还有最后一个办法，你去申请破产清算。公司已经开发完成的2个吧，一个助农系统，都可以卖很多钱。以后你可以换个赛道，东山再起。徐婉卷走的钱，我们报警，一定追得回来。失去所有支柱的沈朗只会茫然的点头，乖乖按我说的报警，申请破产一条龙。过了1个多月，徐婉被抓回来了。押送回来的时候，一个没拦住，精神有点异常的沈朗冲上去打断了徐婉的鼻子，再次喜提拘留。也正是他这一拳激怒了徐婉。原本徐婉理亏，又念及旧情，准备老老实实承担罪责。沈朗不仁，他更不义，把沈朗侵吞公司财产、串标、行贿一大堆丑事全供了出来。这2个人穿一条裤子利用我的时候百般恩爱，现在失去了共同利益，都露出了獠牙。我在沈朗落难后装出来的温柔，让沈朗真的以为我会倾尽全力帮他打官司。他不断要求见我，我哪有时间？我的公司橄榄枝多到接不过来，我这样的成功人士怎么会和他这种犯罪分子扯上关系？徐婉判了，抢劫我的200万和公司账上的钱，他都没来得及花，顺利返了回来。很快沈朗也判了，但他彻底疯了，被送进了精神病院。在感情上无情无义、毫无底线的沈朗，在金钱上竟然这么脆弱。7个月后，中朗创新破产清算完毕，我作为股东拿回了属于自己的份额。算下来，我不亏反赚。我懒得再理这些破事，但学妹于婵婵劝我好几次，让我去精神病院看看沈朗。我知道你没时间管他现在是什么鬼样子，但你去看一眼，会觉得现在才是最好玩的结局。沈朗已经不认人了，我隔着窗户看他，他坐在床边，紧握着墙边的暖气管，嘀嘀咕咕：小雨，等我功成名就了，就把这个银戒指换成钻石的2克拉，不，5克拉的大钻戒，好不好？小鱼，我现在好幸福，有你在，真的好幸福。他反复念叨着这几句话，这是大学时的沈朗对我说过的。经过这么多，再次听到，我不怀念，
也不恼怒。沈朗在疯了之后，心里念叨的不是徐婉，而是我。只不过因为我当初对他太好，跟我在一起的时光是他最幸福的时光罢了。没有我的人生里，他只剩下吃苦。我明白了于婵婵的话，我年少时喜欢的人变成了垃圾，也许会让我耿耿于怀，但那个人现在已经彻底疯了，不存在了。于是我年少的爱情没有了承载他的人，比钱科科死了更令人畅快的当然是钱科科疯了呀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